随着特拉斯成为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他的对华态度也被广泛关注。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特拉斯智囊的话称，特拉斯已经承诺，如果他成为首相，将重塑外交政策。根据特拉斯的计划，他将于上任后首次从官方层面把中国从系统性竞争对手调升为英国国家安全的所谓严重威胁，将中国置于英国国安威胁的最高等级，与英国对俄罗斯的定位相似。竞选期间，特拉斯频频打中国牌来博取关注度。这种对华态度在他上任英国首相之后会否延续？未来在他的影响下，中英关系又将走向何方？一起来洞察其中关键。But what we do need to do is acknowledge that China is a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t's a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 As recently as a month ago, you were pushing for closer trad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This is not something you've advocated in government. I'm delighted that you've come round to my way of thinking. But it's been driven by the Foreign Office, the tougher stance we've taken on China. And my priority is working to promot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to work with our American allies against what are some very severe threats we're facing, including an assertive China, a belligerent Russia. 早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特拉斯就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4月27号，特拉斯在伦敦就英国外交政策发表讲话，在谈及北约战略时，再度口出狂言，称北约应该保护台湾。他说，英国方面认为北约组织应该追求成为一个全球的北约。8月10号，特拉斯竟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身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要求郑泽光大使对解放军台海军演作出解释。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与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进行了会面。在此期间，郑泽光大使再次对英方这一错误涉华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8月11号对特拉斯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汪文斌表示，美国才是台海问题的罪魁祸首，台湾当局倚靠美国谋求独立，是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英国这一言论充分暴露其双标和虚伪，对美国挑衅中国的行为视而不见，却对中国维护主权的反击强加指责。英国现在紧跟美国，为虎作伥，早已失去作为独立国家的信誉。其实，特拉斯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在中英关系好的时期，他曾表现出明显的亲华倾向。2014年，特拉斯任英国教育部政务次官的时候，曾经到访中国取经，积极推动在英国数学教育中融入中国特色，并曾邀请上海的数学老师到英国去传道授业解惑，促成英中数学教师交流项目。2015年，时任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的特拉斯曾大谈对华友好，还号称要帮助英国某咖啡品牌在中国推广。到了2016年，特拉斯甚至承认中英关系正在进入黄金时期。特拉斯在英国政坛的伯乐就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正是卡梅伦提拔他担任了教育部政务次官，使他能得以进入英国政坛。卡梅伦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来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那他拉近了中英在经贸、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之间的距离。特拉斯作为卡梅伦的教育部政务次官，也多次访华，很现实的帮助中英之间在教育交流等等方面呢有了一些长足的进展。因此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特拉斯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特征的。但是呢，特拉斯同时呢又有一定的机会主义特征，在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他的意识形态优先的表现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在特拉斯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我们要观察他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要选择哪一条路线。赵晨分析，目前特拉斯正在面临通货膨胀的严峻经济挑战，而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第3大贸易伙伴、第2大投资目的地和第2大外资来源地。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是英国第1大进口来源国。若特拉斯想缓解国内民生经济问题，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务实的选择是与中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从2016年卡梅伦离开唐宁街10号以后呢，英国的对外投资的数额大幅的减少，英国的现在的贸易赤字呢也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因此，如果说英国要想重振经济，它就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我们要观察特拉斯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现状之下呢，他能不能够理性的对待中英